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欢迎；青年作家文吉儿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情感导师们的人生智慧，看看他们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结婚30多年，我一直在为我们小家努力付出。我老公他一点也不心疼我，把他的精力和积蓄都给了他父母不说，到头来还老怪我只认钱不认人，丝毫不在乎我的感受。这么多年来，我真是受够了。他总是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我觉得孝顺父母多花一点钱没什么的，但他却因为这点小钱吵来吵去。夫妻过日子不是应该互相包容吗？我真的不明白，好好的日子为什么会过成这样？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李先生55岁，来自陕西，自由职业；女嘉宾杨女士55岁，来自陕西，自由职业。有请两位，有请。结婚30多年是吧？儿子都31岁了，听说是，孙子都6岁了。对，听说您现在就想到北京养老，您就不愿意，是还是不是？为啥非要去北京养老啊？因为我在北京待了20多年，已经习惯这里的快节奏生活。再一个就是收入嘛，比我们老家高得多。再一个，我已经在这里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是您现在觉得自己是北京人了，是这意思吗？北漂的北京人吧。那您要在北京漂了20多年，您不也应该在北京漂20多年吗？前多年我父母年龄大了，身体不好，我回家了。待了几年照顾我父母。那您现在父母去世了，都走了啊？对。那就回北京呗，跟着媳妇儿，为啥不回来？我不是现在回来了吗？我们产生了一些矛盾。都产生了些什么矛盾呢？最开始是想到北京看《我爱天安门》，看天安门来的，然后就留到这里了。刚开始在海底捞上班，人家管吃管住，休息的时候我还能玩。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呢，我说这还有剩余时间做什么？离我们不远，海底捞不远就有个家政公司。我说这剩余时间还有，要不我们去干个家政？后来的话就慢慢的演变了，因为他们自己留我电话，联系我，我就慢慢的就不到海底捞干了。后来做什么了？后来我们就自己开家政公司啊。他吧，他不是他妈他爸有病嘛，身体也不好，时常也家务事也多。回去了一段时间，我说那算了吧，我自己单干，我又转行了，转行别的行业。您现在做什么呀？给那大公司总部给他们的分部做一些调研，就是看他们分部做的怎么样啦，就是带着视频啦、录音啦，实事求是的给反馈上去。听明白了啊！总部派来的暗访调查组，是这意思吧？对。您这厉害啊！所以人家说留在北京啊，20多年就这么过来的。是。这20多年钱都是您挣的，他在干嘛？先生在干嘛？他刚开始吧，挣了一段时间的钱，那不回家了吗？回家了以后呢，就是我觉得我特别的辛苦。他回家了，我一个人还得在北京待着。我基本上就2年搬一次家。搬家的时候，人家都有老公了、亲戚朋友了，我呢就是一般的都是工作狂，也可以这么形容我自己。就是我一个人搬。我当时我打电话，我就跟说，哎呀，咱们家要拆了，咱住这要拆了，我要搬家了。我就等着他说，哎呀，我来给你帮忙，或者说路远了你来不了，你说我给你出点钱或者怎么的，有那种问候我的话，但是我一直没等着。先生你在干嘛？我在家照顾我父母。就是20多年你是在家照顾父母的？不是，就中间不是过了个就前3年。3年我前3年回家照顾父母3年前，在他还没有回家照顾父母的时候，是不是也跟您一起在北京吃苦，一起打拼？是对。但是他没捞着钱。没捞着钱？我们是 AA 制，因为一些家务事吧，
啊，他妈他爸就逢年过节家里有事儿，哎，种麦子啊，种包谷，什么都要钱。我们没少为此吵架。后来吵得实在累了，我说咱就分吧，你的钱你管，我的钱我管，你家的事儿你来负责，我们这边的事儿我负责，因为不想再吵了。啊，听明白了，就是打北京来打工这20多年，夫妻之间最大的冲突就是跟婆家的冲突，是这意思吧？这冲突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他处理不讨好，家里老人病了看病全都是我们的，应该说是他的啊，他讨。然后呢，就是家里一些大小事儿，只要是用的钱，不是，4门5个，我们是最小的一个。哦，这是老5，上面是4个姐姐，1个哥，3个姐姐。哦，3个姐姐1个哥，就父母生病的所有的费用都是您出的。是。对。那姐姐和哥哥怎么没出呢？我大姐去世了，我哥快70了，现在还打工了，他3个孩子。哦。他就老想着别人。老2现在可能36了，现在还没有问下媳妇呢。哦，心疼哥哥，那俩姐姐也帮不上忙。我姐姐一个在村里呢，她身体也不好，也有高血压，不怕劳累。我那个姐离我的比较远点，她种了10几亩菜呢，也特忙。明白了，所以您心里不平衡嘛，是吧？是，所以他就基本上的费用都切不到家里了。问题这老人还是偏心啊，本来跟我们过着，他哥跟他嫂子拿点东西过来了，他就哎呀，人家说这家产1人1半，他立马就同意了。当时我气的，我说你跟我过，你就别心想着别人，掏钱出力都是我们，你就跟着我们过，你就得了，别想那么多。人家说几句好听的，哎呀，立马他们就是一家人，眉开眼笑的，看着我了，横竖不是眼。都不对，我做什么都不对，我站得远远的。听懂了，等于您父母生病费用您出，人是您照顾的。对。身后事谁办的？也是您办的吗？这身后的事还多着呢。我们那边还有风俗，这1周年、2周年、3周年，都是好几万。我就说了，所有的这些费用，其他的兄弟姊妹都没出，全是您先生一个人出的。是，这以后还没出来呢。我就说，他要是不出，咱们就走法律程序，非让他掏了不可。凭什么呀？5个子女，你说那个没了，还有4个呢，凭他我们也少出一点，是吧？有这钱，我给我们家小孩上好一点学校，不可以吗？是。我们有这钱，我们办别的事儿，手里也宽裕一点。您这么想，确实也没错。我也找我哥了，也找我姐了，我们坐一块也商量了。我哥也挣不来钱，年龄大，快70了，还在工地打工呢。我嫂子就是她身体也不好，就是有现实困难呗。你怎么不说你自己都快60了，还在外面打工呢？你怎么不看自己呢？光觉着别人，哎呀不容易不容易，我容易吗？你容易吗？容易的话不在老家干了，还有跑北京来。就是年轻时候不是那分家的时候嘛，他觉得他们付出多。意思父母向我了分的不公。那你当时怎么不说他呢？心里不平衡。不平衡。怎么个不平衡？当时分家的时候，家里还有债呢，怎么光给他分东西不分债务呢？老人都走了，再扯这事儿还有用吗？没用。你到底是咽不下心里那口气，还是舍不得那点钱？恨喜不争，不知道主动的去争取。行，就是觉得这老公不够爷们儿呗。那这不就回来了吗？回来好好过不就得了吗？那些事儿就别想了呗。那还有以后呢？这以后这头1周年、2周年、3年还是一笔好几万的开支。那您现在回北京干什么活了？他给我找的工作让我去干，他介绍这个行业是各个方面的，比如今天是汽车方面的行业，明天兴许房地产行业，后天。或者是明白了，就是行业家装的有点跟不上您是吧？你想隔行如隔山了。懂了就是他给您介绍的工作您干不了，是不是这意思？我害怕干不好。行，我都能干好，为什么你就干不好呢？我这么多年我都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有第1次才会有第2次、第3次。大姐，您说句敞亮话，是不是现在您心里面觉得这老公窝囊的很？做啥不成？你看。就是觉得窝囊呗，
所以我就觉得吧，我好像还不如我一个人过着。懂。这个家里还有地吗？你们家里？有啊，有地，有买脸房。这地是那个村上给分的，买脸房是我花了几十万我的辛苦费盖的。啊，那你就回老家去种地，弄买脸房不就得了吗？我肯定是不回去，你得问他呀。啊，这地呢？地不种，这在这儿干，要跟不上，就回家种地，买脸房一弄，做点买卖不行吗，大哥？一提这我就生一肚子气。他把那个给他们家亲戚了，我们的买脸房都好几年了，没收1毛钱，白让人家这不得收经商租吗？你就说怎么样能把这个钱要回来？要么把租金收回来，要么把房子收回来，这才是重点。我盖房目的是做什么呀？对呀，不是给他们家盖的呀。你这买脸房不是花钱的吗？所以你收点租金也很正常啊，为啥不收啊？那时我在北京呢，我儿子媳妇的亲戚，我儿子儿媳妇答应了，人家搬进去了。他说是过个几年他要一块地方他搬走，可是这多年没有搬走。我在我儿子我儿媳妇跟前也说过，但是他没有。儿子儿媳给许出去的是吧？哦，对。你觉得你要多了，儿子脸上没光，是这意思吗？我再要过来肯定影响他们的，主要是媳妇他的。哦，媳妇家的儿媳妇家的亲戚，对，拉不下来那脸，是那意思吗？对。哦，现在小孙子在哪儿呢？在老家还是在北京啊？在跟他妈过着呢。因为吧，让他照看了，把我们家的小孩照看的都没一言难尽，浑身脏兮的，那脸都没法看了，糊的黏的，那鼻涕流的，脸上到处是。我就视频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你怎么跟孩子怎么弄成这样了？当时他还说我呢，说急了，他说我呢，你说哎呀，要不你回来，你来照看。我说我回去，我说我这要挣钱，我再回去。你出来你行吗？你行的话，我肯定会照看。所以他等于照顾孙子，你也不满意。他也不行。那时候我照顾我爸，又照顾我妈啊。我爸是老年痴呆，有时连我都不认识了，又睡到床上，最后我连续喂3个月饭了。还有我妈也年龄大了，那都是有那抑郁症，晚上不睡觉，一晚上有时贴7、8次，老喊老闹，反正你闲不下，所以老找你事骂你。我要做饭，我要照顾父母，不容易。我要洗衣服。那孙子，你想那3岁正淘气着呢，一次上房呀，一次给这。您儿子呢？孙子在我儿子在新疆上班呢。哦，等于儿媳带着孙子在老家，是这意思吗？对，我们一家就这几个地方分着呢。哦，我请教一下，是不是这家里这个儿子结婚呐，什么这些钱都是您这20多年在北京挣下的？对。那还有我挣的。你能挣多少？你自己数数，给你妈你爸花了多少？你能拿出来一半，我都给你平眼对待。我可以平视你。不然人家你现在是怎么俯视人家呀？我觉得的吧，你说我感情上得不到，经济上得不到，你说我要老公是做什么用？不是，什么叫做什么用啊？什么叫感情得不到啊？因为我需要的时候他回应不了我啊，对吧？我像我下班那么辛苦，在外面还要受气，我那么下班晚了，我让他来接我一下，他说哎呀，我困了11点半的时候，他说他困了，他要睡觉。你说我要他干嘛？当时我就特别的伤心，他心里就没有我。心里有他吗？有啊。有啥呀？压根儿就没有，咋就有人家了呢？对呀，你可以说出来，你心里有我是怎么体现的呀？在北京就是这么多年我们的那时候是搞家政那方面，最后是人力介绍那方面，都是我们共同做这个生意。那样就算心里有我了，对吗？那你出去了，有时回来晚了，我做饭洗衣服了，都是我的呀。那也算嘛，我花个20、30块钱吃个简餐，我不就回来了吗？你这个女人真是，大姐啊，你有点刁哎，你就完全没有看到你老公20多年来对这个家庭的付出啊。你付出在哪儿呢？要体现出来，做一顿饭就要付出吗？那我还做了好他20多年就做了1顿饭呀，合计着。那我也做饭了呀，这不扯平了吗？他付出了，我也付出了呀，他也吃饭呀。不是，那您还跟他过个什么劲儿的呀？能过了过，不能过了，可不就那样吗？我觉得他就是没有价值。那您就放了人家走啊。
他要走他走吧，他不是要回老家吗？那他回呗，我也不是阻挡。不是，你就跟人该把手续办了，把手续办了，也许人家还有人喜欢这种憨厚的老大叔的呢，人家也可以有春天呀。是，只要他提出来可以啊，我要尊重他的选择。为啥要他提出来啊？你觉得人家不行，你要弃之。我也提出来，你问他同意吗？你提，我就能让他同意。你提。我想跟你分手，可以吧？什么叫分手啊？你们没领结婚证啊？领了。那叫离婚。来说。我跟你离婚，可以吧？大哥，同不同意？不同意。死皮赖脸不同意？对。为个啥？为了一个完整的家。啥完整的家呀？我儿子呀，我孙子呀，还是我老婆呀？他不想跟你过了。不想过呗。啥叫不想过呀？我尽量接受他的缺点呗，包容呗。哦，就是你赖死他了呗，你吃定他了呗，是这意思吧？我听懂了。你说的也有道理，我也是我的心想法啊，你的心，我就知道你的心。门脸房能要回来不？能。确定吗？确定。那咋办？儿媳妇那亲戚的脸还要不要了？那老婆第一嘛。好，你说的啊。好。第二，往后这个父母的这个你们当地的习俗，什么1周年、2周年、3周年，这花销能平分吗？尽量呗，我回家商量呗。第三，能不能把父母去世前看病的这些钱也是4家平分了，把那钱要回来，行还是不行？那不可，以前发生的事不可能了。哦，以前发生的事不可能，只能以后了。哦，对。乐不乐？你看心里还是有你吧。话说的好听，多少我跟他过了30多年，他说出这种软话的时候很多次了，但是呢，结果呢还是原。所以你很了解他，然后你就把他带到我们这儿来为难他们，是这意思吧？那你告诉我们，你希望到底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结果呀，我希望的结果，我走我自己的路，过现在安静舒适的生活。懂了，明白了。其实他回老家各过各的也可以，是吧？你别来北京烦我也行，我眼不见心不烦。对，我们俩也不用分手，对不对？叫维持现状。对吧？也就是说，如果公公婆婆没走，他还在家里照顾他们，那3年是你最想要的生活。你也不烦我，我也不付钱，咱各活各的。我可以用多余的时间，我可以学别的报的兴趣班啦什么的。明白了，这次听明白了。今天来就一个诉求，你该干嘛干嘛，不离婚也行，但是咱俩把这日子分开过，我过我的，你过你的，这样心都不累。在法律上面还有一个完整的家，对孩子说，爹妈也没离婚，是这意思吗？是。哎呀，这大姐这思想很前卫啊！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嘿，很挑战啊，伯洪兄，来。刚才你妻子说你做啥不成，窝囊第1名，你认吗？我不认。那不认，为什么不离婚呢？你看他看你的眼光，现在他在仰视着星光，也不平视你。妻子，您的脸上写着4个字，一边写着强势，一边写着霸道。你确实能干，确实努力勤奋，到了北京赚到了钱，怎么可以这么欺负自己的丈夫呢？硬气一点，大哥。其实你比我小。谢谢伯洪兄。来，文老师。大哥是个非常非常善良的人，就是我相信，就是大姐你曾经也陪他一起努力奋斗过，但是你不能因为说你来了大城市，然后你可能有一些机会接受到了更好的教育，然后你有了一些更多的人生体验，你就可以去鄙视这个曾经跟你一起脚踏实地然后开创未来的这个人。我觉得你不是在指责他，而你是在表达你人性里面曾经的那种，我觉得你的不甘，你把你人生很多的负能量你排到了他的身上去，这是不对的。而且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
就到今天你这么羞辱他，他还是说我想把这个家好好的维持下去。他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他在你的人生里面不可能只是一个见证者吧？您也已经55岁了，你觉得北京这一个万家灯火偌大的城市，如果他走了，哪一寸烟火是属于你自己的？我说完了。哎呀，谢谢文老师，严老师。杨女士，我坐在你对面，仿佛看到了20年之后你孤苦伶仃的样子。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谁像你对面的这位李大哥，让你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果你们真的分手了，离婚了，晚年凄凉的一定不是你，他是你。这些年如果不是你对面这个男人在家伺候爸妈，照顾孙子，你有机会在北京这么潇洒吗？啊，姐姐，咱是不是要有点感恩的心啊？他成就了你这半生的光彩呀。你可以拥有你自己想要的人生，但请你放下你的傲慢。先生，我更气你啊，我更生你的气。站那儿7尺男儿，敦敦厚厚，踏踏实实，怎么了呢？让人拿捏成这样，你不怕街里街坊笑话你呀？为了一个名分，什么都可以不要。你让我来北京，我来；你把我赶走，我就回。反正我不能离婚，我就为了保全自己的晚年的名节，我忠贞不二，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干嘛呢？你才55岁啊，您就出来，您是打工赚钱，您是做保安，或者您就在老家踏踏实实的去找一份工作，你的日子可以过得很好啊，在老家有房有地有生活有力气。你吊着他干嘛呀？让他这么的践踏你的尊严，看不上你，赶紧离吧，谁苦谁知道。谢谢老师。米娜老师。我赞同女性有不一样的活法，就是也未必说每一次回到家里头一窝人围着儿孙满堂才是女人的至高精神生活。女人也的确可以拥抱这个世界，无论多大岁数。所以今天这一位大姐在对面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身上极其矛盾，一方面是那么的闪光真好，但是在另一方面您身上却有一个缺点，又是那么的让人没有办法回避掉，就是傲慢。我说话你们不能顶嘴，你们有什么用啊？就是咱今天拥有了权利，不代表咱就拥有了伤害他人的这样的一份资格。因为我也是很想劝您离开这一个您不喜欢的男人的，因为离开可以使我不再拥有那么丑恶的嘴脸，因为离开可以使我对我的这个我不喜欢的丈夫，我还能够保有一点一点的距离感。可是你却没有啊，你留在这个婚姻里头，一边指责他，一边嫌弃着他，然后一边却不自知这可能是你拥有伴侣的天花板。这就是我丝毫不带攻击性的给您的意见。然后关于您无论妻子怎么选，都劝您甘之若饴，接受现状，因为他要的那个世界眼看是容不下您的，咱就不用到他身边去自取其辱了。谢谢米娜老师。大姐，我请教一下，一个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农闲的时候进城务工，是不是为了改善生活？最本初的想法是不是为了改变生活？你就告诉我是还是不是？一半一半吧。是吧？有时候他也想走出。对，好，走出市，所以我说一半一半，对吧？那么请问，一个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农忙的时候，在播种期的时候回去种地是应该还是不应该？不应该，因为已经有了工作了啊。为啥？因为在城里已经有了工作了，你对呀，出去那是你的理解呀，那是你的理解呀，因为你是想出来呀，他是出来改善生活呀，所以他回家种田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任何问题。你是为了离开那片土地，你有问题吗？也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你凭什么就高高在上说他不对呢？
我就问这一个本问题，来就是两个人的事，其他的我不懂。他心里没有我呀。一个人心里没有你，为什么20多年陪着你？你说出来就出来，跟着你出来20多年，就这3年才离开你。不是说我说出来他就出来，我是问他你出来不出来？那我不出来咋办？我老伴儿都出去了，我肯定得跟着我婆娘走呗。那是他的选择呀。哦，他也可以选择不跟婆娘走，是吧？对呀。这就是我说的不知感恩。他没有融入这个城市吗？他没有融入北京吗？他当然融入了。你干什么，他也干什么，是不是？夫妻在创业阶段的时候，有没有他一半？怎么就都是你了呢？您不想跟他过，你就别过，没人劝你。我们觉得，你要让我说，这个婚姻真不匹配，真的不匹配。因为你想要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人陪不了你了。但是你不能否决他所做出的付出，你得认可。30多年对婚姻没有一点贡献呀。他去照顾他父母，算不算也替你这个儿媳再尽孝？我就问一句话，没了，您自己看着办，好不好？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希望咱们就是很好的生活。我以后多关心你，多支持你的工作，包容你，理解你。我还是十分喜欢你的，跟你永远走一起。你这种话已经说了好多次了，我也觉着吧，说太多我都觉着好像没有多大用处了。我想我还是再考虑考虑吧，因为毕竟吧，咱们有孩子。谢谢大哥，请回。谢谢大家，请回，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京约 APP、天津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咱说愿望吧，咱不猜了。一个妻子如此的羞辱自己的丈夫，丈夫依然是如此的卑微，这真的是绝对是个例，绝对不是大多数类似家庭的打开方式。哎，来，罗老师。我只能说各自珍重吧。我觉得其实大姐也不想离婚，她就想在北京自己潇洒很多年，这个人将来还能跟她就什么，她生病倒口水呀，有个人伺候她呀，但她不是真的想离婚。米达老师，双不出吧，希望，然后停止侮辱，两地分居。来吧，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大哥呀，来来来，大哥回来，没出来，站在这儿。您是打算留在北京今儿打工呢，还是回老家收拾收拾自己的院儿？回老家把我门店要回来，我做生意。哎，你做生意，愿意回来，心里有他，您给他留碗热汤；不愿意回来，您就自己好好的生活，可以吗？可以，加油好不好？请回，请回，好好做生意，不为挣钱，就为开心，好不好？来，请回，请回，请回。哎。祝他们在自己想要的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在一起这么多年，我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未来，毫无上进心。对于结婚，他和他家里也没有任何行动，他们的态度真的让我心寒，还天天疑神疑鬼，让我感到窒息。现在我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段感情。我为了让他有更好的生活，一直努力工作，但他好像看不见我的付出一样，只会埋怨我赚得少。
他还总和异性接触，让我没有安全感，还怪我不信任他。他为什么不能多理解一下我呢？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王先生27岁，来自黑龙江，摄影师；女嘉宾宋女士28岁，来自甘肃，儿童启蒙老师。有请两位，有请。这都谈了5年恋爱了，对，今天来是因为什么呀？主要是我想来，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谈了4年多，将近快5年的时间了啊。我觉得我们应该为以后结婚做一些打算了。哦。但是我觉得他现在事业心不是特别的强，我也没有看到他特别大的上进心，所以我觉得我们之间的问题还特别多，所以想来这个节目解决我们的问题。好，那就说问题吧。我跟他在一块儿之前，我也是觉得说我特别欣赏他会做饭，然后我觉得他特别懂生活。但是我平时1日3餐我就点外卖啊什么的，我觉得哎，我俩还挺互补的。但是我现在觉得挺过的，跟他在一起之后，我才知道他对1日3餐的这种就是特别计较，特别精细，就每天3顿饭都得在家里做，然后做好带回公司。啊？那不上班了？我就觉得，因为我公司离我住的地方近，而且我感觉自己做饭吃不是更健康吗？那不比点外卖好多了。但是你这样特别影响工作呀，而且这些时间留下来提升自己不好吗？我们可以放假的时候做饭，为什么1日3餐都得做那么精细呢？而且就因为这个事儿，还得罪了公司一个特别大的客户，他把人家客户留在公司里一个人待着，他就回去做饭了。其实不是，其实是那个客户吧，他比较着急，说是下午2点之前就必须要给他。但是我对我自己的工作是有那个时间上的安排的，不是说那个我去吃个饭就是不能给他完成。但是那个甲方他不去吃饭，我说我先去吃饭了吧，然后他不吃饭，然后他就说我把他撇了，不管他了。那我对我自己有安排，我直接完成了不就好了吗？但是人家说了2点之前就要方案的，我给他了呀。你为什么不能在公司里面陪他聊聊天呢？也是你的人脉呀。那我觉得我生活才是最主要的呀，我不可能为了挣钱，然后我连我自己生活都不要，我正常吃个饭就影响工作了。但是你工作的时候工作态度，然后对人家甲方的态度也非常重要呀。你现在这样，我觉得就非常的幼稚。哦，那我们以后的日子怎么办呀？没事儿，你负责去挣大米，我在家做大米，是吧？也没有。其实我就是只不过是我工资挣的比较少，因为我现在就属于是个人嘛，就是没有跟着公司一起干，就是我自己接一些私活去干，而且我也是本身就是不是你自己给自己干活还不认真啊？也很认真啊，就只是去吃个饭，就到时间了，就中午11点12点到点了，我去吃了个饭啊，就没有想到就碰到那么一个客户，然后他说他着急，然后他又不吃饭，结果还是客户的问题。我觉得是他的问题。那你这个几点钟吃的饭呀？就是12点，中午了嘛。然后吃到几点啊？就半个小时啊。吃了半个小时啊。然后他就感觉我把他然后那活儿什么时候给人家的？他说2点，我肯定2点之前就给他完成。那你为什么不能就在那儿1个半小时把活干了？你给他1点半以后你再去吃饭呢？主要是我胃不好，我有胃溃疡，我要不吃饭我就直接胃疼就不行了。哎呀呀，看看道理很多啊，所以客户也可以不选择你嘛。对吧？啊，现在我们俩其实压力也挺大的。你像房租1个月就得3000多。像有时候他交不上了，我也在垫，我们都在交。但是你现在工作态度是这样的，以后这个工资还有上升空间吗？你在职场还有上升空间吗？就是现在这个工作已经这样了，我就觉得你换一份工作，给自己再另辟一条路。你现在这个工作，除去房租，除去柴米油盐，就没有剩多少了。那我们以后的生活还怎么办？我现在主要是不想换，主要我就是喜欢这个行业，我还是想坚持。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我相信我坚持，我在干很多年之后，肯定是可以挣到很多钱的。但是现在我没有看到呀。现在我觉得咱们现在的生活就没有。你哪能看到明天啊，姑娘？你看不到明天啊，没看到你就搬出去，别跟他住在一起呗。你住你的，他住他的，个人付个人的房租，或者你们房租 AA 也行啊。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有一个未来，不是，然后我希望2个人一起努力。人家前途未来也很重要啊，是吧，孩子？然后
你现在剩下的钱，我们交完房租，交完柴米油盐，你还买游戏机，一买就买一柜子，然后还打游戏，你用那些时间提升自己不好吗？还买游戏皮肤。不，这我得说，我那些游戏机都是我以前买的，就是我俩在一起之后，我就没买过了。不是，我觉得这不重要啊。对呀，这个为什么要特别说以前买的还是现在买的呢？就是他感觉你用了他的钱买的吗？没有啊，就是我 OK 吗？你们俩没有结婚，你有自由去买游戏机，你们俩没有结婚，你可以无限的去买，跟他都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打游戏的那些时间，你可以你去找一个不打游戏的少一些打游戏男生，的时间。你不要去改造一个男生，他现在不是你丈夫，他只是你的男朋友。你要是觉得这个男人不上进，你可以换了他，没有问题，没有人谴责你，没有人说你。那他要为了留你，他去做改变，那是他的事儿。但是我们不能在主观上要求人改变，这是我理解啊，我也不一定对。还有啥事儿？就是姑娘想改造人家呗，人家不接受改造呗，就这意思呗。我理解的对吗？还有就是我这个人是以生活为主的，因为我本身就喜欢做饭，但他就不一样了，他以工作为主，他每天都24小时手机都不关机，不关机就算了吧，他还半夜设置闹钟。干啥啊？就我也不知道干嘛，就3、4点钟设个闹钟，可能是工作用吧。然后那个闹钟还叫不醒他，每次给我吵醒了半夜，然后我还得给他再给喊起来。然后我要是不给他喊醒，就是我的错误。你都不要提闹钟这个事儿了。我设的4点的闹钟是因为我们公司临时通知我第2天要去贵阳出差，然后临时做的方案。我买的飞机票，因为我们家离飞机场比较远，我得提前走。他4点的闹钟响了，把他吵醒了。我太累了，我没有吵醒我。你就不能喊我一声吗？你直接把我闹钟给我关了。然后我这个客户我也丢了，我的工作也没有完成。然后我们领导本来以为我的工作态度还挺好的，这事儿交给我他特放心。但是现在就是飞机票也不给我报销，我自己自费了，这也就算了，我也失去了我的晋升的机会了。哦，你把人闹钟关了，你够缺德的呀！我主要是当时吧，我都崩溃了。主要那天吧，我还正好感冒发烧了，我也没有意识。那天我2点刚睡着觉，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咋的，然后就4点这事儿我迷糊就关掉了。说句公允的话，怪不着他，真的。闹钟响了，你没醒是你的问题。最起码喊我一声，再把它关掉吧。嗨，你指望他喊？人家生活第一啊！你看看，你枕边要睡一个跟你有不同想法的人，那是个雷，这不就炸了吗？啊，还有啥事儿？关人闹钟，你还干了？对，还有一件事，还有事儿，就提到工作，我就说的他平常了啊。就平常时候，他不是身边那个同事就有很多的帅小伙，这不很正常吗？是很正常啊，但是他日常工作时他不给我讲，他的公司每次来一次就帅小伙啊，就说，哎，我们公司今天来个帅小伙，长得那么帅，哎呀，他还有9块腹肌，然后说我让你看看你的1块腹肌，你跟人比比，然后你还不知道收拾自己，一天还不知道减肥。我那不是想激发你吗？让你现在去减肥，把自己再重新收拾收拾啊！尤其是前一天晚上她提完她男同事之后，第2天她就化那个妆可隆重了，就平常上班她是个淡妆啊，第2天她就化，哎呦那个妆容就是特别隆重，我就感觉她现在就是不对劲。咋了呢？就是她只要前一天晚上说那个嫁给你了吗？但是我俩是男女朋友啊。嫁给你了吗？没嫁，没嫁。看着你不满意，看到一个更满意的，他把自己收拾得漂亮点，怎么着？也没想干嘛呀。但是我现在就是怀疑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还怀疑他呀？对，我就是怀疑他呀。他现在每天都，而且他有时候还加班特别晚，然后他还不跟我说他出去加班去了。我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公司开会呀，还是出去唱 K。你就说这谁家加班晚上半夜12点开会，1、2点的。现在他不信任你了是吗？我觉得他是不信任我。还怀疑？对，我现在就是怀疑他。就仅仅是心理怀疑，还是做过什么举动吗？臭小子，这查过他手机，查出什么了吗？我觉得他删了，而且他还把密码改了，我都不知道。就是第一次看完之后，他看见我看他了。你查出什么东西了吗？就是我查的第1次、第2次再看的时候，他就把密码改了，我都看不着。那你也没有必要在我的手机里面装那种什么情侣定位软件吧、互置位置吧。我觉得你这个行为太过分了吧。我没用过。我就是刚他就发现了，都没用。那我是发现，而且我按那个定位软件是因为啥？因为他每天就是跟老板出去应酬嘛，有的时候跟那个领导之间，然后他一出去喝酒，然后还2、3点，然后他还不跟我说他出去了，然后但是等接的时候呢，又跟我说要我去接他，
那你说我又不知道你在哪儿，然后他还不跟我说，那我不得安个定位软件来试试看他是不是在哪儿？而且我明确跟你说了，我说我不想装这个软件，我都明确拒绝你了。那我不是删了吗？你为什么还要安呢？就因为这个事儿，我把密码改了，又跟我吵。你改了，这说明你肯定就是跟那个男同事有问题，要不然你改密码干嘛？我就是看一眼你微信聊天记录，我又没有给你同事发问什么，我就是看一眼。我觉得他再说我手机密码都从来都没有设密码给你看，你为什么你就要设密码？你不相信我做什么都是错的呀？这个女生接下来干嘛呀？我觉得一般情侣到这个阶段就是分手阶段了，就是分手段啊。你接下来干嘛？我觉得这么多年还是有感情在的。你们双方家里面知道你们谈了这么久了吗？知道你们彼此的存在吗？知道。他父母有什么意见吗？对你？我不知道。你父母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见见他呀？说彩礼啊、结婚啊？其实我父母就我俩刚处的时候，就是想说要见啊，但是我俩刚处第1年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其实我就想结婚，因为我父母也催得急嘛。啊，我问过他，我说那个你们家那个习俗哈，彩礼是多少钱？他说40万。哟。啥地方？我说我家那个就正常。我那不是刚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你1年多，你跟我问，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你事业心不是特别重，我就说我拿这个话激激你，让你有个动力。我觉得你是没有压力，你就没有动力去做你的事业。那你这么一提，我那不是随口一提吗？我就没有希望了呀。哦，我连奔头都没有。就是我父母其实一直在问我这个事情，但是我当时听了40万，我就想我得多少年才能攒出这个钱？我那不是开开玩笑跟你说的吗？而且这个事儿也不是我说了算的呀。那咱俩是不是应该提前先商量一下，然后才好把双方父母见到？咱俩都价钱都没有谈好，你说真是双方父母见了，上来就提40万，我为什么要跟你谈？这不是双方父母谈的吗？不是，咱俩先谈一个。而且什么时候见面，不是因为你应该先主动跟我讲这个事儿吗？你也从来没有讲过呀。那我就被40万这不吓到了吗？我怎么谈呢？我就想自己再怎么努力也奋斗不到啊。所以你也没打算娶她了是吧？我想娶，就是40万，当时就是被40万吓到了。哎，你们俩现在在哪个城市生活？我现在是在北京。压力大。对，尤其我现在就是个人吧，其实每个月工资也就才4、5千，我再交完那个房租是3000块钱是整租，其实我自己也攒不下钱。其实那个刚处的时候我就想攒钱来的，但是现在就是感觉生活压力太大了。有啥打算吗？我现在打算就是，如果真的结婚的话，其实我是想回老家。东北是吧？回东北回老家，毕竟结婚之后还是要沉稳一点。就无论我再怎么样，还是结婚了，还是想有一个稳定的家在。毕竟说有孩子，以后可能会有孩子，对吧？然后还有双方的父母。我一直在北漂，我兜里1分钱都没有。你说那婚怎么结呀？是。我就算再喜欢精神价值，我也不可能说两个家庭责任感不一样。你们俩交流过这事儿吗？没有，我就一直不敢提过这个事儿。因为我心里一直压着那个40万，我从来不敢提。这40万彩礼不说了啊，先放在那儿，大概知道了。我也明白姑娘什么意思了。现在谈了4、5年了是吧？对。还想往下走是吧？对。他现在提出来，如果我结婚的话，就要回东北。你对这个提议有什么想法吗？我一毕业就在北京，然后我为了这份工作，我也付出了很多，而且我以前没有觉得我能做出来这些成绩，但是现在我觉得我能做到，而且。我感觉我还能再更进一步。我付出了这么多，你一下子让我放弃这些所有的东西，我觉得就是放弃我所有的努力跟你回去。但是回去之后是一个未知数啊，就是我心里没有底啊，就不会回去呗。我现在你跟我讲这个事儿，我肯定不会回去。所以今天来的目的到底是干嘛？分手是吧？就是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是分手嘛啊！我问几个问题吧。好不好？你到底在个人做什么呀？做摄像，就是企业宣传片给别人拍。而且现在做企业宣传片多卷啊！确实很卷。这行，哦，那我明白了。就姑娘也不看好他这行业是吧？对，我觉得可以换一下，你转摄影也行啊，影楼。行，这是我第一个好奇的啊。第二个好奇，你一直在强调我是热爱生活的，对吧？那就热爱生活应该怎么做？热爱生活就比方说日常做饭啊、洗衣服、收拾家务啊这些。我平常自己就特别喜欢研究做菜。就是如果你喜欢做菜的话，去做一个私房菜的厨子，好不好？但是我还是想，就是不放弃我自己的专业。
因为我还是摄影专业，我就不想放弃这个，还想坚持下去。就可能是就是我第一次听说我是一个热爱摄影的人，然后我敢把我的客户撂在那儿，然后我自己回家做饭吃。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所以我判断你更喜欢的是做饭而不是摄影。我热爱一个行业，面对行业机会的时候，我去吃一口饭，然后说这是为了生活。好，第3个问题，这姑娘是你一定要娶的那个类型吗？经过4、5年的交往下来，应该不是吧？是。她怎么会是呢？你那么热爱生活，其实吧，我俩在一起的时候，我刚开始到北京北漂，就别说开始，就说现在，就是现在，其实就是她吸引我。她吸引你的是什么？就是她对工作上的热爱。你那么不重视工作的一个人，你只要热爱生活。但是我希望她工作里头就能把我往上排一排，就是要把你往上排，就是我能在她的生活里我能排第一，就工作能往后稍微让一让。不会啊，为什么你要排第一呢？你何德何能在这个姑娘面前排第一？就比方说我感冒有病了，就稍微照顾我一点。为什么要照顾你？就毕竟一个人还是蛮那种无力的啊，无力感，就是自己得病了，然后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啊。连饭都吃不下去了。他在工作和你之间，他会选择工作呀。就像你在客户和吃饭之间，你会选择吃饭一样，这是本能性反应啊，合适吗？供你参考啊。姑娘，我也想问问你问题，就这个男生吸引你的是什么？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身上没有的东西他都有啊。因为我跟他在一起之前，我还挺瘦的，身体也不好，但是他呢，就是特别顾家，给我感觉也很踏实。他会每天做饭。所以他吸引你是他踏实而顾家。对。你觉得他改变了吗？踏实顾家这一点他改变了吗？没有。他没有改变，为什么你现在不喜欢他了呢？因为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上进心吧。啊，上进可就踏实顾家不了了，对吧？上进的做法肯定是这顿午饭我不吃了，我得陪好客户。上进的做法是凌晨4点我不睡觉了，我得把你摇起来，然后我再把你送到机场去。等把你送到机场了，我回来，我给我自己做了个早饭，我又该忙我的客户了。等你这件事儿忙完之后，希望我去机场接你，对不起，我是有客户，我不能到机场去接你，因为我要陪客户。你接受这样的男人吗？男生觉得有点不敢娶了，或者娶不起了，女生觉得男生现在不配你了，不就这个吗？老师们，你们来看看该怎么办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国红兄，很显然，女生对恋爱和恋人有些理想化和模式化。你们两个人，一个喜欢生活，以生活为主；一个喜欢工作，以工作为主。我认为这没有对错，都是值得尊重的。但如果说在没有标准答案的前提下让我选择，我选边站在女生，为什么？你们这个年龄还真应该以工作事业为主，因为生活很美好，你们还没有资格享受，你们还没有经济基础，你们还没有社会基础，你们两个人真没有什么，只是大家相互想一想，你对他的爱是不是还如当初？你想一想，你今天所做的一切，他接不接受？谢谢于老师。文老师，你现在觉得你的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就是我不想我们两个最后是一个分开的一个结局，但是我现在看不到他的上进心。我觉得我现在最重要的是两个人努力，能为以后的日子做打算。所以在你的人生中，你的爱情的比例是大过于你自己的事业的吗？你回答我是或者不是？是。你才28岁，你未来可能还会遇到很多情感。不要说今天因为情绪
你现在说的话非常的带有情绪，不理智的。还有你改变不了他，因为他遇到问题他先躲，这个事情很难，我就先不做了。这个城市我待不下来，我先回家。我告诉你，他总有一天，这个女人我 hold 不住了，我放弃。为什么？这是他的行事准则，他就是这样的。你说40万，你其实只是抛了个难题，但他听到懵了，我做不到啊，做不到那就能过一天是一天，什么时候实在过不下去了再说，拜拜。我觉得你们俩非常的不合适，只是你们俩现在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来做那个恶人，你们俩有多不合适，心里都很清楚。不愿意做恶人是你们俩最后对对方的体面。我就把这个遮羞布给拆开了吧。好吧，谢谢文老师。严老师，你们的感情状态就以前我们说它叫拧巴哈，拧巴，现在叫内耗，俩人都内耗，就是认知不清晰，定位不准确。其实我觉得城市的发展，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是多元的，包括婚姻模式也是多元的。谁说我们在大城市结婚必须买好房子、买好车、有稳定的收入才可以结婚呢？谁说婚姻就必须是这个模样呢？我觉得不是说你们一定这感情不能继续下去，而是必须找到一个自洽的相处方式。如果说你们能有个共同的认知，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婚姻不是以一个稳定的房子、稳定的收入作为基础的，多元形式。女生爱职场打拼，愿意在大城市创造价值，去干啊，去努力啊，没问题啊。男生爱生活，爱把家里打点的温馨浪漫，做一手好菜，去做啊。如果女生也接受自己未来的夫婿啊，就是一个爱生活，你看我们老说老北京好多人提笼架鸟也过一辈子。我还认识一朋友呢，北京人没房，北京人没房，我看过得挺乐呵啊。你们有这样的心态吗？没有这样的心态就不要强拧在一起，有这样的心态就各自安好，在自己喜欢的领域里去寻找自己的价值，在你们两个面对面相处的时候，在你们共同的空间里去体会你们所谓的什么我是爱情大国工作的，这边说我是愿意娶她回家的，所谓那份情感带来的温暖，想清楚，不要求对方，然后去完善自己就可以继续，要求对方和自己发展的轨道同步前行，那就赶紧分手。非常简单的命题。谢谢。谢谢严老师。米娜老师，我一直在看着你们俩，然后我就在想啊，我得教我的女儿做家务，不是为了让她去什么男主外女主内，而是省得因为自己不想做家务，不会做家务，所以有一个会做饭的男人，会在家打扫卫生的男人，就觉得这是一个稀世宝贝。你不就是想要一个稳定的生活感，有点安全感，生活里头能够有人给你一种家的感觉吗？如果你自己会做一手好菜的话，你自己就能给自己做了，你还需要他？你们俩谈恋爱5年下来有什么？他除了在家做饭了，做饭他主要因为他爱吃，而不是因为你爱吃哈。请问你们还有什么，姑娘？事业上拖你的后腿，隐私上对你极其不尊重。什么叫做在哈尔滨的稳定生活？什么叫给你提供的稳定生活？就是你上一个不咸不淡的班，主要在家里头洗衣做饭带孩子，他打游戏，偶尔上班，在父母的一个供养下，在当地消费不高的一个环境下，日子过得小有盈余。这是你要的生活吗？这是你要的价值观吗？你跟他谈恋爱的5年被耽误了，你好好想一想吧。如果你说我执意认为爱情很重要，就像你回答吉儿刚刚说的那一个，你说我还是觉得爱情第一位，那么我必须得告诉你恶毒的预言，10年后你会哭着站在这儿。谢谢米娜老师。我们今天好像不是劝一对情侣在分手，我们今天好像是跟一对生活了5年的夫妻在说，你们是离婚还是不离婚。这个感觉非常的奇妙。没有拿结婚证的一对情侣，为什么给我们的感觉是一对已婚夫妻呢？因为你们做出了健康的婚姻关系里面已婚夫妻都不应该做的事情，你们都做了。丈夫不上进啦，不为孩子着想啦，不认真工作啦，哎呀，女的在工作上面太努力啦，她跟同事关系不清不楚啦，她会不会因为借这个而上位啊？哎呀，你的心里，
哎，像吗？像吗？就把你们的话还原回来，是不是就是一个结婚10几年的一对夫妻突然觉得生活没有希望了说的话？那你们谈什么恋爱？2条路，要不然赶紧把大姐娶回家，好吧？是在北京还是哈尔滨那随便，对吧？大姐也着急要嫁了，大姐现在在悬崖边上，你不娶我，我怎么跟我爹交代呀？你不娶我，我怎么跟5年的青春交代呀？第2种，都想清楚对方是不是适合的人，咱不勉强，没人规定说谈恋爱一定就要怎样，但是负责任的当然咱们奔着结婚去，对吧？你们自己拿捏，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其实刚才说了这么多，我确实认知自己感觉就是在自己的舒适圈习惯了。我现在确实想结婚的话，我还是要对事业更有事业心一点，也不能一直处在自己的舒适圈。也希望你以后能给我一个机会，我肯定以后往事业能往更好的发展，能让你看到我的努力。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我现在也明白，然后我要再想想，我再考虑考虑吧。哎，谢谢2位，请回，请回，谢谢你们，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吧，预测一下结果，博红兄。虽然我内心还是希望他们能够继续走下去的，但结果肯定是男出女不出。来，文老师。都别出来。严老师。我也觉得不适合，但估计是双出。不适合，但一定双出。我觉得双出可能性大，因为这姑娘好像看起来很现代，其实那骨子里她又放不开。对，您说的没错，他们俩是一路人，对吧？就是一路人，时间成本5年搭这儿了，算了，我就闭眼嫁了吧。来，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你看，快去，快去，快去！那个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光，各位请见证。请亮灯，加油加油，请回，加油！看那姑娘高兴，你们都没看到那姑娘高兴的，你知道吧？你现在还乐，就是都笑的背影都能看出来，你知道吗？对，她全程没笑过，就是到最后才笑。你看，你看，你看，你们看，你们看，请回，请回。人家就是来逼婚的，5年了，你怎么不给我个说法啊？你们这些善良的女老师还在讲，好，祝他们幸福的往前走，早日结婚。其实还是那句话，爱情、工作、生活从来没有冲突过，生活其实包揽了这一切，工作在生活里，爱情在生活里，人际关系在生活里，如何去热爱生活，在哪个层面上发力，每个人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人家选择了幸福的走在一起，你们居然还阻拦，恶势力你们属于。好了，开个玩笑。再一次的感谢4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